乌克兰战争到底多惨？就在刚刚，卢甘斯克地区手无寸铁的俄族民众被乌克兰组建的顿巴斯志愿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轰炸。这是发生在乌克兰的真实事件。2014年2月，乌克兰亲美势力发动政变，导致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同年3月，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民众游行示威，反对亲美势力，随后自发组建民兵武装对抗乌克兰政府军，迅速宣布2个自治州独立。至此，乌克兰内部出现分裂，内战一触即发。乌克兰国防部下令在东部地区实施全面反恐行动，还招募了大量的雇佣兵和志愿者，并组建了顿巴斯志愿营。这支部队以反恐为口号，实际上做着清除东乌克兰的亲俄势力。弗拉德是一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苏联老兵，深知战争的残酷和恐怖。他也发誓不再碰武器。为了躲避战乱，他连夜带着家人和邻居，准备前往俄罗斯投靠亲戚。路途遥远，经过一家村庄时，弗拉德和邻居决定下来找水吃。可刚一进门，弗拉德就意识到不对劲，放眼望去一片血迹，四处都是人的尸体。原来就在刚刚，这个村子被强盗袭击，洗劫一空，无一活口。此时门外传来枪声，弗拉德要求妻儿立刻回车里，但以为时已晚，土匪们已经围在自己的车旁，还在不断的枪杀着同行的人。2名强盗发现了弗拉德，他只好带着妻儿躲进村庄偏僻的小木屋。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名存活的小女孩，带着人准备驱车逃离。本想将后面的拖车拆掉，不料再次被强盗发现。情急之下，弗拉德立即上车，猛踩油门，直接冲了出去，成功摆脱了匪徒的追杀，顺利来到了卢甘斯克的边界。但是在这里，他们遇上了民兵检查，而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被遗留在了原来的车上。民兵只好将其带到卢甘斯克的民兵总部，等待指挥官帕夏查明身份。得知边境不让任何人进入，弗拉德一家只能先跟着民兵队伍。电话中，指挥官还了解到弗拉德是一名退伍苏联老兵，并希望他可以加入民兵，保卫卢甘斯克。因为自己的部队缺乏实战经验，尽管如此，弗拉德还是拒绝了，因为他厌倦了战争，看过了太多的生死，不想再卷入其中。而指挥官也没有强求表示理解，随后提出让弗拉德开救护车，帮忙运送伤员。将家人安排好后，弗拉德就去医院报道。在这里，他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一对母子被炮弹击中，需要前去救治。等他们到达时，母亲失血过多，已无生命体征，他们只能将受重伤的儿子带回抢救。而弗拉德看到的这一幕，卢甘斯克每天都在发生。这天，指挥官帕夏从属下口中得知边境情况，准备前往卢甘斯克市政府汇报，结果刚到门口，就遭到了乌克兰派来的军机轰炸。无数民众遭遇轰炸，而帕夏也被飞机炸飞。等弗拉德赶到时，眼前的一切令他震惊，一片狼藉，哀嚎不断。指挥官的手下发现他满脸鲜血的一动不动，以为他被炸死。就在整个人陷入悲痛时，指挥官醒来了。这是发生在乌克兰卢甘斯克地区的真实事件。乌军方表面上说是反恐，而实际上就是一场针对东欧俄族民众的屠杀行动，目的是为了清除东欧的亲俄势力。为了迫使卢甘斯克地区政府投降，乌政府不惜组建志愿军进行镇压，而他们的方式就是每天用枪炮对东乌手无寸铁的俄族村民实施袭击，让其陷入恐慌中，从而反对民兵组织。在此之中，更有一些暴徒趁乱，到处肆意抢劫杀人，老少妇女都不放过。这天深夜，之前洗劫村子的匪徒竟打起来。乌克兰志愿营检查站的驻日不仅将哨站的卫兵给杀了，还抢走了所有的武器。得知消息的指挥官气愤不已，直接派手下追击，准备给这些狂妄自大的家伙个教训。第二天，志愿军锁定匪徒的车，进行前后夹击。双方一阵枪战过后，暴徒火力不敌志愿军，最终大多数成员被歼灭，就连主动投降的也没放过，直接一枪爆头。而强盗头子见形势不妙，准备跑路，虽然被击中，但还是成功逃跑。在路上正好碰见了弗拉德的救护车，医生看见他负伤，赶紧送他回车上包扎。但此时土匪头子的毒瘾发作，他威胁医生给他打吗啡，见对方不从，便开枪杀死了一名医生。弗拉德为了制服匪徒，故意将车子撞翻，等土匪头子缓慢爬出时，他直接上去一拳将其打晕，随后就出车上医护人员。路过的民兵队见状，将匪徒头目押送到指挥官面前。通过审讯，指挥官得知附近有一支距离这里只有30公里的乌克兰志愿营的驻地。得到自己想要的消息，指挥官将计就计，故意将配枪放在背后，让土匪头子看见，最后以袭击指挥官名义一刀了结了他。第二天一早，指挥官就带领民兵准备将这支志愿营给一锅端了。赶到志愿营驻地，指挥官下令兵分3路准备偷袭，不料却被对方察觉。
志愿营的士兵立即开始了反击，民兵用投掷器射击机枪，炸毁志愿军的阵地。双方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指挥官带领的民兵获胜，但同时民兵也死伤巨大。弗拉德接到指令，前往救济伤员，但是却被儿子拦住。他质问弗拉德，为何不愿意拿起武器保卫家园，而是像个胆小鬼一样只知道逃跑？知道战争残酷的弗拉德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他还太小。显然儿子并不接受这个说法，并表示自己要加入民兵组织。而一直以家人为主的弗拉德终于忍不住，他警告儿子，战争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面对同胞被杀时，自己却束手无策。无论弗拉德如何劝说，儿子都不为所动，甚至更坚定了他留下加入民兵的信念。救援路上，弗拉德再次看到儿子，准备去参加民兵。身为父亲，他很无奈，于是他带着儿子去前线，让他见识下真正的战场。到达现场，显然儿子被震撼到了，无数的伤残士兵身上血迹斑驳令他作呕。从此他再也不敢提参加民兵的事。而此时弗拉德意外见到了曾经的战友，如今被俘虏的志愿军指挥官莱哈，同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两人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原来莱哈参加志愿营是受到了他人的鼓动，本以为卢甘斯克政府的背后有俄罗斯军队支持，但当看到志愿营士兵们的报信，他也开始质疑了，身为志愿军，到底是在保卫祖国，还是在扫清异己？注意看，乌克兰志愿兵的轰炸还在不断继续，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一所小学。此时班级里飘荡着学生们悠扬的歌声，老师一边指挥一边指导，但是下一秒，像这样不分日夜炮轰居民，每天都在卢甘斯发生。弗拉德没日没夜都在不停地运送伤员，看到受伤的平民，他陷入了沉思。夜里，志愿营为了报复民兵的偷袭，对着无辜的平民展开了疯狂轰炸，而指挥官帕夏父母的房子不幸被炮弹击中。等到弗拉德赶到事发地时，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已倒在血泊之中，指挥官的父母和小女孩无一幸免。面对这一切，一直逃避战争的弗拉德痛不欲生，看着妻儿的照片，他下定决心加入民兵组织。他来到指挥官的办公室，但帕夏却说已经晚了。面对接连不断的袭击，队伍只剩下500名战士，对手却是庞大的乌克兰的装甲部队和空军，以及人数众多的雇佣军，根本打不过，也不想再做无谓的牺牲。此时，手下又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乌克兰政府正在派遣增援部队过来，其中包括3架运输机、着陆装置和重型设备。弗拉德和指挥官陷入沉思。晚上，在美军顾问的指导下，乌克兰军队协同各国雇佣兵，准备飞往卢甘斯克机场，发起全面进攻。得到消息的民兵连夜赶往机场附近，架起防空炮拦截。可还没准备好，第1架飞机已经降落，紧接着第2架飞机出现了。民兵小队这次选择火力全开，对准飞机就是一顿扫射，成功击毁了第2架运输机。而后面的第3架飞机见情况不妙，立马掉头返航。第2天一早，正在民兵布置防御阵地时，乌克兰志愿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卢甘斯克的民兵无法抵抗强劲的装甲部队，伤亡惨重。危急时刻，一支神秘的小绿人队伍出现，领头队长一声令下，队员个个瞄准目标，一开火一个准，配合完美，枪法精准，逐一将乌克兰志愿军消灭。等弗拉德和民兵赶到时，基地的人已经全数死亡。面对这支陌生的小绿人队，指挥官十分震惊，询问对方什么来历。队长并未透露身份，只是说他们是来帮助保卫卢甘斯克的，如果遇到危险，随时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电影到这里就已全部结束。这是2021年俄罗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反击乌克兰的战争片《烈日阳光》。看到最后，大家也许会好奇，这支小绿人队到底是什么人？其实联系到当时的情况，大家能够猜到他们的真实身份。最后，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精彩继续。